大家好，我是爱乱玩游戏的血流星，这次又来认真研究伊苏九里的地理。这支影片是我伊苏九地理研究的第2集，如果你还没看过第1集的话，欢迎点击右上角先来这边看看。上次在壕沟遗迹提到了巴尔多克监狱的监视塔，然后卖了一个关子。这次我要来证明迷宫里的方位与大地图的方位不同。我们接着看下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能看到左边的3座尖塔，以及右边的1座高台。从这个位置滑翔到对岸，把镜头转向监视塔，记下这个画面。接下来直接飞到娱乐区，一到这里就会看到3座很眼熟的尖塔，然后飞过来到娱乐区的这一个角落，镜头往右边转，就会找到今天的主题之一——指引一切真相的监视塔。从比较图可以看出，这是相同的监视塔和蜥蜴高塔。如此可以确认，现在所处的这座高塔就是壕沟遗迹的西面悬崖上方。如果看到这里，你觉得我的分析很有道理，还请点一下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支影片。好。站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转向南方，注意看左下小地图所指的方向。我特别把3栋建筑物标出来，这个是巴尔多克大圣堂的顶端，还有班德尔顿商会的屋顶。在小地图上可以发现我的角色朝着南方，转换成鸟瞰图就会像这样。接下来进入嚎叫的横洞，来到这处唯一能看见外界的点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3座建筑物。这时候看看左下角小地图，修蛋起来不太对劲。在外面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面朝南方，但是我们现在面朝的是东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就是我上次说的，迷宫里的方位不一定和大地图的方位相同，很有可能在制作游戏的时候，把迷宫独立出来做会比较方便。也许，我是说也许，这些迷宫本来是要放在别处的，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被拿来放在这边用。之后来看没有被采用的设计时，再来讨论迷宫变动的可能性。目前这一集的用意是论证迷宫里的方位会与大地图不一致。这样，我们在研究迷宫与大地图的关系时，就可以忽略它，不需要考虑方位，只要以大地图的方位为准就好了。因为接下来我准备进入大下水道，来看看一些早期的设计是如何留存在伊苏九的游戏和剧情中。现在再次拿出巴尔多克全市大地图，然后把嚎叫的横洞地图覆盖在上面。这个迷宫大概会是这样通向监狱的。这里我把上次说到的兽牢也加了进来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个点其实是囚人亚特鲁进入的入口，并不是通往兽牢的路线。怪人亚特鲁则是从这里进入兽牢的。至于这2处是怎么连接的，游戏里并没有做出来。顺便展示一下，这里就是囚人亚特鲁寻找资料时来到的资料房。然后这个区域很有意思，上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下方的壕沟遗迹悬崖，这次在这里看到了指引方向的高塔。那么下次我们又会在这里发现什么呢？这里先卖个关子，下次我要回到游戏里的第1个迷宫大下水道去看看了。如果你对我的伊苏九地理研究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了。
我还打算做几期医书相关的题目，如果你也喜欢医书系列的话，别忘了再回来看看。下次再见。